和女友挑婚戒时，他在一次接到白月光的电话，谎称临时加班，弃我而去。可当晚，我便在商场的情侣餐厅看到他红着脸和白月光挑战亲吻免单比赛，引得一众路人起哄围观。即便看见我站在台下，女友却依旧不以为然。他今天生日，我就陪他玩个游戏助兴而已，何况又没花你的钱。可这次我却懒得争吵，反而笑着将手中价值100万的戒指丢在地上。这么恩爱，赢了比赛，光是免单怎么够？我看还差个婚戒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看到我扔出的戒指，现场顿时一滞，可很快便爆发出更加激烈的起哄声：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！见状，女友的白月光将让索性扬起下巴，朝我投来挑衅的目光。反倒是女友沈竹心薄唇紧抿，一双美眸死死盯着我，看着她欲言又止的模样，我却不由自嘲一笑。这些年，为了和他在一起，我与父母断绝关系，从一个富少爷一朝变成落魄的穷光蛋。我干起了送外卖的活，为了养他，我昼夜不停地跑外卖，只因为他的一句想要，别人都有，我就可以拼了命地去为他买。记得一次，为了给他买新款包包，我在路上出了车祸，大腿血流不止。为了不让他久等，我不顾医生的阻拦，简单的包扎就回家了，却没想到居然看到他在路边陪着刚回国的白月光砸金蛋。我给他的包包，他连看都没看，扔到了一边。他皱眉：这款江让已经给我买了，你怎么搞得回来这么晚，还不快去把衣服洗了？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对他一如既往，求了2年的结婚。他终于松口答应，我激动的一宿没有睡觉，就等着今天陪他来挑婚戒。我想我一定要给他买全世界最好的戒指，可没想到戒指买好了，我们的感情却到头了。回过神来，两人还愣在那里。我抢过主持人的话筒，直接祝福：祝你们恩恩爱爱，白头到老。不明所以的路人继续起哄，非要江让向沈竹心现场求婚不可。我转身就走，没想到沈竹心的白月光直接从台上追了过来，连忙拉住我：顾哥，真不是的，你听我说。他突然蹲下去揉脚踝，像是扭到脚了。沈竹心立马慌了，连忙握着他的脚踝仔细查看。怎么回事？阿让，你别动，我仔细看看。手上一边揉一边吹气，小心翼翼地像对待一个婴儿。江让则不停地摆手，不碍事的竹心，你快去看看顾哥，他一定生气了。沈竹心冷脸看我一眼，他能有什么事？还不是老一套。你别动，我马上给你打急救电话。等待救护车的间隙，他才肯分出一丝注意力给我。他将我带到一边，脸色难看极了。你刚才胡说什么呢？什么叫恩恩爱爱，白头到老？江让心思敏感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下好了，他受伤了，你满意了吧？那埋怨的表情，仿佛我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。以往只要是关于江让的事，我们都会大吵一架。为了维护这段感情，我付出了自己的一切，把他当成自己的全世界。我则卑微地围绕着他旋转。可是这样的消磨爱意，总会让人厌倦和疲累。当看到他在众人面前和江让拥吻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们已经结束了。现在的我分外平静，我淡淡开口：好，我知道了。沈竹心忽然诧异，似乎是准备好的反驳没有用上，他有些不习惯。他难得的软下声音：是大家起哄拉我们上台挑战的，已经到台上了，我们就不得不。可就算是这样，难道你们自己不会拒绝吗？
这种你情我愿的事情，你要是拒绝，别人还会强迫你吗？他似乎把我当成一个傻子，只要给出理由，不管合不合适，我都会全盘接受。忽然想起一次去他公司给他送饭，衣服因为路上跌了一跤，有些脏。同事调侃他什么时候谈了对象，他却立马否认道：“我要找，怎么可能找这样的？”然后拼命给我使眼色。回到家后，又勒令我不准再去他公司。可现在却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和江让拥吻，满心欢喜地接受路人的祝福。原来爱与不爱是那么明显。回过神来，我淡淡点头，我知道你们没什么。沈竹心显然对我的反应很不满，但救护车已经来了，他又急匆匆帮忙扶着江让上了车，彻底把我忘在脑后。不过我已经不会在意了。我拨通家里的电话，爸妈到底是舍不得家里的独子，1年前就开始催我回家打理公司，只是为了沈竹心。我硬是狠心拒绝了唾手可得的优渥生活。如今听到我愿意回家，爸妈满口答应，不断叮嘱我早点回去，时间就定在下周1，正好趁着这几天时间和沈竹心做个了结。回到家和爸妈聊了很长时间，老两口身体有些不好，早就盼着我回家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，把东西全部收拾完后，没想到房间几乎是空了。仔细想来，自从江让回国，沈竹心忽然就变成了大忙人，几乎没在家里住过。可他却从不允许我干预他的生活。每当我开口询问，他总是一脸不耐烦。顾怀川，我是人，我不是你的附属品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烦人？再烦我信不信分手？她在自己的闺蜜面前哭诉我控制欲强，可事实上，我也只是在她夜不归宿的时候问一声。一个姑娘大晚上不回家，我总担心她遇到危险。回过神来，大大小小的也收拾了4、5箱，其中有1箱全是刚谈恋爱时他拉着我一起买的情侣杯、情侣牙刷、情侣毛巾，当初百般喜爱，现在却也都落了灰。当我把这1箱东西全倒进小区的垃圾桶时，沈竹心牵着江让回来了。他看见我的动作，满意极了。顾怀川，别以为你主动做家务我就能原谅你了，哼！除非你今晚再帮我洗脚，陪我玩骑大马。江让在一旁故作不解：竹心，什么是骑大马呀？沈竹心洋洋得意：就是趴在地上当马给我骑喽。这是他美其名曰情趣的小游戏。他说小时候没有玩伴陪他玩，一直想体验一下童年游戏的乐趣，于是发明了这个游戏。可说到底，不过是他扑我的手段，对我的服从性测试罢了。江让在一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他意味深长道：顾怀川，你对竹心可真好啊！这种羞辱要是在以前，我早就和江让吵得不可开交，可如今却只觉得无聊。沈竹心见我反应淡淡，察觉不对，连忙岔开话题：喏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。他把手中的纸袋递给我，见我不动，又格外耐心地把东西拿出来，是一条灰色的领带，这可是我和江让专门为你挑的。你说你吃什么飞醋呢？我怎么可能把你忘了呢？他一边说，一边将领带往我身上比划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条领带我早就在江让的朋友圈见到过。那天我发烧头痛，沈竹心说是请假照顾我，结果江让一通电话就把他叫走了。等到晚上，我感到实在撑不住，才自己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了医院。路上便看到了江让的朋友圈，一张沈竹心为他打领带的照片，旁边的垃圾桶里扔着一条旧领带，配文是：总有人生怕你拿到的不够好，而他现在送我的这个
正是当时扔垃圾桶里的那条。我阻止他的动作，冷笑道：“这是江让带过的吧？”他尴尬地愣在原地。你怎么会？我没再说话。只见从远处过来2、3个人，扛着我收拾好的几箱东西，装上了车。搬家公司的人再次确认：“就这些了吗？”我点点头。沈竹心这才看见，我刚才扔掉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垃圾，而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情侣用品。他顿时生气：“你干什么呢？凭什么把我们的东西扔掉？”我淡淡道：“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们分手。”他对我的反应更加不满：“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我和江让没有什么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很忙的，我没有空陪你玩这种游戏。再说了，领带只要能用不就行了？江让试过了不合适，给你怎么就不行了？你自尊心别太强了。”见此情况，江让在一旁故作劝解：“哥，我和竹心真的没有什么。这样吧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自己掏钱给你买一个。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别因为这种小事伤了和气。”沈竹心看看江让，又看看不为所动的我，他咬牙道：“你跟他废什么话？老一套了，要不了2天就要回来的。”然后一把牵住身边的江让：“我限你明天给我道歉，要不然休想我再原谅你。”他牵着江让走得飞快，似乎在展示自己的决心，可我却没有多看一眼。这种分分合合的幼稚游戏，这些年早已上演了无数遍。这次我不打算再陪他玩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便来到公司向老板提交辞呈。当初这个职位还是江让推荐的，那时候我送外卖又受了伤，累得一身病。突然从国外回来的江让说要替我找个工作，他看了看沈竹心说道：“你没有个像样的工作，难不成以后让竹心跟着你吃苦吗？”可笑，我还很是感激了一阵子，居然丝毫没有发现他看向我女朋友的神情是那样玩味又充满占有欲。此后没多久，沈竹心看我的眼神就变了，即使他在拼命掩饰，可那鄙夷的目光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。想到这里，我加快脚步去往公司，开始收拾工位上的东西。沈竹心突然拎着保温盒走了进来，看到我，他眼睛一亮，又故作矜持道：“你是不是早知道我会来，所以一直等着我呢？本小姐没那么大脾气，只要你肯好好跟我和江让道歉，我就让你再搬回来。”我和江让在同一家公司，他几乎每天都会来这里，却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江让。自从江让来到时，沈竹心说他肠胃不好，就每天亲手做饭给江让送去。即便我和江让同在一个公司，他也只会做一个人的。每当我开口询问，他就不耐烦道：“你跟他一个病人争什么宠？能不能别那么小气？江让在公司当主管，你当什么？打杂能需要吃的多好。再说了，你的工作还是江让找的呢，做点饭感谢他怎么了？我爱他，所以为了他，我甘愿放下所有的尊严，做一个别人口中的窝囊废。”我忍气吞声，眼不见心不烦，每到饭点便早早下去吃饭，就是为了避开这种尴尬。可是没想到这种避让竟然成了纵容。回过神来，他已经自顾自地开始摆开了饭盒，拿出来的时候连他自己都尴尬了。一人份的米饭和菜，却全是江让爱吃的。他故作惊讶：“早上忘了装你的饭了，你等着，我现在下楼给你买。”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突然有些感慨，如果是以前，他肯为我带饭，即便只是说说，我也会高兴地当场抱住他亲一口。可现在只有无尽的厌恶。东西收拾好，江让忽然走了进来，见沈竹心不在，他面带嘲讽道：“怎么打算辞职回家去要饭了？”办公室零星的几个人努力憋笑。江让是他们的上司，
看我的笑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我刚收拾好的东西，被江让一脚踹翻。你这点破烂玩意儿还收拾什么？够买个馒头吗？办公室又是一阵憋笑。枯燥乏味的生活总是让人难以忍受，此刻有这种热闹，简直恨不得脖子能伸长半尺去看。我想将东西拾起，又被他一脚踏住。顾怀川，我真想知道，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窝囊废？女朋友被抢了还闷声不吭的，对沈竹心孝顺的跟个哈巴狗似的。让开！不让！除非你跪下来求我。他一脚踏上我的手掌，用力的研磨，一阵钻心的疼痛令怒火在我体内充盈。我一拳打在他的膝盖上，又狠狠打上他的脸，咚的一声。刚才还耀武扬威的江让此刻狼狈地趴在地上。顾怀川，你疯了！只见沈竹心冲进来，心疼地抱住地上的江让，他红着眼瞪我，道歉，你快给江让道歉。算了吧，竹心，江让也不是故意的。江让肿着脸靠在沈竹心肩上，一个大男人跟被母鸡护着的小鸡似的。沈竹心更加生气，怎么能算了？我可是亲眼看到他打你了。顾怀川，就算你再怎么吃醋，也不能动手打人啊！我冷笑着问沈竹心，你真觉得是我先动手的？沈竹心一愣，江让马上开始哀嚎，竹心，算了算了，别让我影响你们的感情，我还是自己先去医院吧。周围的同事也纷纷帮腔，竹心姐，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们都看到了，就是顾怀川无缘无故打江主管的，就是，素质也太低了，真不知道这种人怎么会招进我们部门。还好现在卷铺盖走人了。这句话让沈竹心的动作一僵。走人？什么走人？旁边的同事看热闹不嫌事大。竹心姐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个舔狗要离职了。他双眼微红，难以置信道：你，谁准你离职的？你要去哪？我淡淡道：沈竹心，我想我去哪用不着对一个外人说吧。我搬着东西走出去。沈竹心还想说什么，江让突然拽住他的衣袖：竹心，你能送我去医院吗？我好像有点站不起来了。果不其然，他又留下了。离开后，没想到仅仅过了3-4天，沈竹心就不停地给我发消息打电话。一开始是骂我有病作妖，不想回来就永远不要回来了，后来就是威胁，再不回去就真的和我分手，最后则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话：我想你了，快回来。或许从前我会因为这些话立刻不顾一切地奔到他身边，可是现在我对他的爱早已被他的冷漠无情消耗殆尽。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对面语气不耐：你是沈竹心的男朋友吧？快点来清月路接他回去，他喝多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她男朋友。这句话似乎被他听见了，他哭着喊：顾怀川，你再不来，我就去睡马路上。那声音带着一股软弱的求情。我冷漠道：随你，然后直接拉黑。眼不见心不烦，以往的5年，我无数次的想让他带我见见他的朋友，或者仅仅让我去接他，在他的朋友面前露个脸，都被他以无理取闹为由拒绝。可现在我不想去了，他反而哭得伤心。突然又一阵电话铃声打断我的思绪，是发小为了庆祝我的分手，特意来邀请我。因为沈竹心的缘故，我已经远离自己的社交圈很久了。发小张明见我过来，笑骂道：你小子终于想开了，分了好，分了好。后来我们聊了很多，他居然也谈了个女朋友，还说一会儿过来要带我认识一下。我点点头，示意出去一下，没想到居然和沈竹心撞了个正着。原来这就是沈竹心醉酒的那家店。他稍微醒了酒，看见我眼睛立刻亮起来。顾怀川，
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，你明明还是爱我的吗？他凑过来抱住我，却被我冷漠地挣脱。他委屈道：我和江让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和他真的没什么，上次是我错了，我该相信你的，不该只听江让的，可那只是他孩子心性啊，开个玩笑而已。我内心不由得好笑，江让甚至比我要大1岁，这个理由未免太牵强。不过我现在只想远离他，懒得与他掰扯了。我知道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，还有朋友等我。沈竹心一愣，似乎没想到我会顺着他说。以往发生这种事情，我是不纠缠的，他大发脾气是不会罢休的。可是现在我成全他，他反倒比以前更加生气。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眼中有一丝挣扎。顾怀川，下周我带你去见我爸妈，好不好？你不是一直都想去见我爸妈吗？我们到时候给他们买点礼物过去。我爸妈人很好的，绝对会。不等他说完，我便冷声打断道：沈竹心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不会去的。这5年来，我从未见过他的任何亲朋好友。不过现在早已无所谓了。我的拒绝让他顿时红了眼眶。他正要再说什么，只见张明带着一个陌生女孩走了过来。他看着女孩，笑意盈盈道：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。沈竹心瞪大了眼睛：顾怀川，他是谁？你凭什么背着我和别的女人出来？他怒气冲冲地看向我兄弟的女友。好啊，就是你这个狐狸精勾引我男朋友是吧？今天本姑娘就教你重新做人。说罢，沈竹心抡起桌上的热汤，就要往张明女友的脸上泼去。啪！下一刻，我一个巴掌径直甩在了沈竹心的脸上。沈竹心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别说我没有，就算我有，我和谁在一起，你管得着吗？闻言，沈竹心捂着通红的脸，顿时愣在原地。我本以为以他的性子，肯定又要闹个天翻地覆，可下一刻，沈竹心却突然红了眼，紧紧抱住了我。顾怀川，你之前明明说过，这辈子不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我，难道你的承诺现在都不作数了吗？看着他梨花带雨的模样，我却只觉得可笑，随即将他一把推开。够了，从你和江让在一起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可他好像完全听不懂我的话，不管不顾地扑在我身上打我。张明两人连忙去喊了保安过来。他被保安拉出去的时候，依旧怒气冲冲。你居然为了别的女人打我！好，你好，你最好别后悔，我再也不会原谅你了。我冷漠地看着他发疯的样子，忽然明白他以前面对我时的心情，不爱了就是不爱了，无论他怎样发疯，我再也不会回头看他一眼。闹剧结束后，我趁着节日回去看望父母，老两口对于儿子的迷途知返十分欣慰，又将家里的其中一个公司交给我打理。好巧不巧的，一上任就要接手和兴明公司合作的项目。兴明公司也就是沈竹心在职的公司。另外，老两口给我特意安排的秘书十分奇怪。一开始我说要男秘书，他们不同意，居然硬是给我安排了一个女秘书，还亲切地叫人家小华。于是我也跟着叫小华了。小华性格内敛，待人温和，但对自己的工作却又显露出非凡的强势。他看我的眼神总是有些幽怨，欲言又止。当我看过去时，又变成一副温顺有礼的模样。他强行将我每天早晨的咖啡换成了牛奶，中午的面包换成了大米饭。办公桌上不知何时多了2盆绿植，杯里的茶水也总是热的，和我以往的喜好简直大相庭径。我尝试表达不满，他认真点头。好的，老板。
但第二天照旧是牛奶和大米饭。每当有心想辞退他，看到他怯怯的眸子、微红的眼角，又总不忍心开口了。出席星明公司合作会议的那天，小华特地为我搭配了一身浅灰色高定西装，她少有的不用幽怨的眼神看我：“你穿西装真好看。”少女微红的脸颊让我也染上了喜悦。从前的5年，我从未在沈竹心脸上看到过这种羞涩与欣赏。她总是说：“别瞎折腾了，你和江让能一样吗？”是啊，我和江让确实不一样。我是实实在在的少爷，而江让不过是个可怜的小丑。一路春风得意地谈完了项目，星明总经理对我的赞美之声不绝于耳。顾家在是商圈赫赫有名，这次与星明的合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施舍。午休时，走廊没有什么人，小华看着我嘟囔着：“怎么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？”你说什么？我故意把耳朵凑近他，欣赏他脸红的样子，实在是好玩。你好烦。他又狡黠地眨了下眼睛。我说：“你领带歪了。”然后迅速的垫脚勾住我的领带，不顾我退后的脚步，硬是迅速把我的领带拆了个乱七八糟，居然还是理直气壮的泄愤一样。见我还愣在原地，他又凑得更近，几乎要亲上来的距离。你怎么还没想起来呀，怀川哥哥？我的脑海中霎时间像炸开了一个烟花。是他。可还没等我回忆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传来：“顾怀川，你在干什么？”只见沈竹心飞奔而来，他一脸气愤地环住我的手臂，像是在宣示自己的所有权。“你是哪里来的贱人，敢勾引我男朋友？”宋画却对他的挑衅视若无睹，只是委屈地看着我，好像下一秒就要掉眼泪。“怀川哥哥，他是谁？”我下意识地想挣脱沈竹心的手，谁知沈竹心顺势放开，扬起巴掌就向宋画脸上扇，下一秒被我毫不费力地拨开，挡在宋画面前。沈竹心一个没站稳，跌在了地上，他难以置信地红了眼眶：“你居然打我！你居然为了别的女人打我！顾怀川，你好样的！你居然敢脚踏2条船！你还要不要脸？”这一句控诉响彻了整个走廊，居然有人探出头来看热闹。宋画疑惑地看向我，我摇了摇头，他立马站在我身边：“怀川哥哥不可能是这样的人，这位姐姐，你一定是搞错了。你闭嘴！我和怀川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得到外人插嘴？”我皱眉，沈竹心，你适可而止，别闹了。谁知他听到这话像突然反应过来什么似的，又站起来握住我的手。我知道了，怀川，你是在故意气我是吗？我不会再跟江让联系了，我答应你，我再也不跟他联系了，好吗？他乞求似的望着我，可我只觉得反胃。曾何几时，我也是这么求着他不要去找江让的，可是他那时是怎么说的？他眼神冰冷：“我看你就是嫉妒江让比你有钱，觉得自己男人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了，所以一直看他不顺眼。你就不能成熟一点吗？顾怀川，别再烦我了。”这些话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。今天我不会用同样的话回敬他，但我也不会放纵他无理取闹。你到底要我说多少次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沈竹心，当初你毫不迟疑地选择江让时，是不是早应该想到有这一天？人的耐心是有限的，爱也是需要维系的。今天我不会让你太难堪，你走吧。如果再敢侮辱小花，我对你不客气。沈竹心霎时白了脸。5年来，我从未用如此生硬的语气对他说过话。宋画看着这一幕，安抚似的勾勾我的手指。沈竹心突然哭喊起来：“我哪里对你不够好？你居然这么对我！顾怀川，我真是看错了你了，当初就不该答应和你在一起。
要钱没钱，要颜没颜，一身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，居然还，居然还！说到此，他瞪着水润的眸子看向宋华，居然还找了个突然兴明的老板，急匆匆地跑来，不停地低头赔罪。顾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员工他最近精神有点问题，您不要跟他计较。说完，又对着沈竹心怒斥一声：“还不快给顾总道歉！”沈竹心直接被保安赶了出去。他惊愕地望着我，似乎怎么也想不通，曾经姓顾的外卖员怎么就成了顾总？我拉黑了他的号码，他就换了个手机号给我打，无非都是认错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又接到了他的电话，他哭着说：“别挂，怀川。”我就说1分钟，那委屈又悲伤的语气让我动作一顿。他连忙道：“家里还有一件东西，你忘了拿走了，你能来拿一下吗？”我思索一番，当时走的时候明明清点了2次，怎么还会有遗漏呢？还有什么？这个你来拿好吗？我请你吃个饭。这卑微的语气像极了从前的我。感情真是个奇妙的东西，当你不想要时，对方却又生怕你消失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答应他的请求，顺便把事情说清楚。沈竹心把地点定在了情侣餐厅，这让我想起5年前，我为了给他更好的工作，瞒着他打了2份工，其中一个就是在情侣餐厅当服务员。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上班的第1天晚上，就碰见的江让和沈竹心2人互相挽着手，亲密无间地进来了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可事实就如一把利刃，狠狠地刺入我的心脏。那时年少，我故意抢过前厅同事的工作，给2人上菜。看到我愤怒的脸，沈竹心惊讶的差点连筷子都丢在地上。江让看了看我们，似有所感，可是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故意在我倒茶的时候手上一抖，热茶浇在我的手上，钻心的疼痛让我一下子打碎了茶壶。江让早就跳开了，恼怒的大喊：“你怎么回事？你们经理呢？把他给我叫来，要是烫着我，你拿什么赔？”紧接着一口唾沫吐在我脸上。那一瞬间，我似乎被怒火点燃了，简直想杀了他。可余光又看见沈竹心哀求的目光，多可笑啊！他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江哥，应该是个新来的不懂事，别计较了。今天可是你生日呢，开心点。”他挽着江让坐下，从头到尾没再看我一眼。回过神来，沈竹心已经点了餐。怀川，想什么呢？全都是你爱吃的哦。原来他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呀，所以5年来他只是装作不懂而已。沈竹心今天很不一样，她穿了一件纯白的连衣裙，一改往日精致妩媚的风格。可我却无心欣赏，到底有什么东西？拿出来吧，你别那么急嘛，先吃饭。他故作平静地给我夹菜倒水。这种谈恋爱时没有享受过的殊荣，居然在分手后体验到了。当初别说是给我夹菜了，就是我给他夹的菜，他都不吃，他只会吃江让夹的。我没胃口，着急回家，因为那个女秘书，因为谁和你没关系。如果没有什么的话，我先失陪了。我正要起身，沈竹心从包里拿出一条有些旧的围巾。一瞬间我喉头发紧，那是他送我的第1个礼物。他是动手能力很差的那种人，切菜能切到手，做饭能把锅烧焦，更何况费尽心思拿着2根针去勾围巾呢。歪歪扭扭的成品递给我的时候，他手上的针眼也多得藏不住了。他怕我生气，小心翼翼地将手往身后背。那时我的心中霎时涌上一股甜蜜的柔情，我觉得此生此世就是他了。这条围巾我一直戴着，即便他对我不如从前，我也从不会离身。直到那天看到他和江让抱在一起，
这条围巾从此就变成了一个笑话。沈竹心的目光看向远处，仿佛在回忆从前。怀川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都很穷，你去送外卖，我就在家里做饭等你回来。可是我哪有做饭的天赋啊？不是把米饭烧糊，就是盐放多了，而你从来不嫌弃，总是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。他说着说着哽咽了声音，满怀希望地望着我。怀川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还像以前一样。我叹了口气，坚定地摇头，爱意已无，死守着这段关系又有什么用呢？顾怀川，你怎么还死缠烂打上了？一声怒斥传来，江让穿着板正的西装冲到我面前，脖颈上沈竹心为他挑选的领带分外扎眼。像你这样的废物也配和竹心在一起？他鄙夷地上下打量我一眼，他还不知道我是顾家少爷，还像以往那么口无遮拦。垃圾就该待在垃圾桶里，像你这种穷屌丝，再怎么努力都不够格给我擦鞋的，还不赶紧滚！再纠缠竹心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擦鞋？就你这双衫的？我冷声道。江让脸憋得通红，突然将桌上的剩菜一下扣在围巾上，他以为那是我的东西，围巾彻底不能要了。沈竹心瞬间红了眼，瞪着江让：“你给我滚！”竹心，你怎么帮着这个废物啊？给怀川道歉，要么就滚！我没兴趣看这场闹剧，起身想走。沈竹心连忙拽住我的衣袖，眼神脆弱的好像要碎掉。由于这次的谈判任务进行得很顺利，爸妈对我多年不着家的怒火似乎消失了，开始让我接触更多家里的生意，并且热衷于给我介绍对象。和沈竹心5年的感情走到尽头后，我甚至害怕对象这种东西，却不知为何此时忽然想起送画的事来，想起那天他弄乱的我的领带，通红的脸，站在我身边柔软的模样。臭小子，给你说的事情听到了吗？我爸不满地放下茶杯，一会儿人家就来，你去招待一下。不情不愿地换了身衣服，刚下楼就看见宋画穿着一身驼色大衣站在花园里，好像是在看画，又好像是在等人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了少年时在桃花树下见到的小孩，那时候我们都还小，而他呢，更比我小3岁，整天跟在我后面哥哥哥哥的叫。我那时候是很烦的，总是骗他回家，说哥哥去给你找糖吃，结果直到天黑才回来。第2天他就抱住我的腿哭着要糖，怎么也哄不好，非要我歪歪扭扭地背着他，亲自去买来塞他嘴里才行。可是没过2年，这个令人讨厌又喜欢的小跟班就出国了。他被查出来有心脏病，走的时候抱着我撕心裂肺地哭，说要嫁给哥哥，跟哥哥永远在一起。我心痛又茫然地抱着他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一晃眼，他已经长得这么大了，而且那么灵动，那么充满生机，怎么会是个病人呢？我长久地望着他的背影，他转身看到我就笑，高兴地跑来紧紧抱住我。我等你好久了呢。有多久？5840个日夜，月亮到太阳的距离。真的吗？假的？我胡说的。我仔细看他，这才注意到他苍白的脸上面一抹微红，好像未开的荷花，含羞带怯。我就说嘛，你们俩从小要好，怎么就会忘了呢？爷爷从长廊走来，拍拍我的肩膀，笑意盈盈地对宋画说：“这下你放心了。”宋画抿唇，害羞地跑到远处的海棠花下去了。后来我们就一直在一起。宋画住在我家，仅仅是楼上楼下的距离。他会弹钢琴，会画画，跳舞是不会的，对心脏不好，所以我每晚能听到楼上传来的琴声。空闲的白天就被捉着当他的模特。
我不去问他为什么住在这里，他也没提。我只知道爷爷说他的病情不太好，医院的治疗已经没用了。七夕节那天，不知为何，我想尽快的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完。以往和沈竹心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对这节日是没有任何感情的。我知道，即便我准备了世界上最大的惊喜，他也不会回家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的七夕节变成了各自过各自的。那天，他总会收到江让的信息，比如他胃疼、腿疼、车祸了。沈竹心一开始还面露难色，怀川，我就去看看江让，会尽快回来的好吗？后来就是理直气壮的夜不归宿，别整天东问西问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很烦？你就没有自己的生活吗？所以每到这一天，为了不烦他，我会默默地独自回家，看着街边牵手拥抱的情侣，把自己当成独身一人。可是现在，我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着急回家，只是为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多看一看宋画。刚到家门口，便看见宋画捧着一束红玫瑰向我跑来，吓得我连忙冲他喊：“不要跑，不要跑！”他这才有些气喘地停下来，已经到我身边了。怀川，熟悉的声音传来，我转身一看，居然是沈竹心。许久没有见他，他一身长发飘散，眸光火热，直直站在我面前。左边是沈竹心，右边是宋画，他们手上都捧着玫瑰，对我来说竟都是第一次。沈竹心以往从未给我送过花，我却给他送过很多。每年的大小节日，即便他不回家，我也会订上一束最漂亮的花送到他公司。可是他从未领过，却对江让在街边扫码领的钥匙挂坠情有独钟。他爱惜地戴在身上，也不许我碰。你怎么就不能学学江让，每次都送花，也太没有新意了。这可是江让专门给我挑的挂坠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他幸福的表情让我嘴角僵硬，准备好的解释也无从开口。街边扫码领挂坠我早就看见过好几次，是最廉价的那种，扫一次可以领一把。今天江让晃晃悠悠地走过去，领到挂坠时不屑的表情我都看在眼里。可我知道，就算我说出实话，沈竹心也只会认为我在争风吃醋。他最讨厌的就是我提起江让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在意玫瑰是否有被收到，更不会期待来自他的礼物。可是现在，他竟然亲手捧了一束玫瑰，期待又执着地站在我身边。宋画见我看向沈竹心，明亮的眸子暗了下来。怀川哥哥，你先跟他说话吧，我回去等你，用不着你假好心。我和顾怀川本来就是情侣，要不是，怎么会轮得到你这个小？你说够了没有？我干脆地接过宋画的花，怒视沈竹心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们早就结束了，别再来了。为什么他就是听不明白呢？我无视沈竹心苍白的脸，理所当然地牵起宋画的手。太瘦了，像营养不良。沈竹心瞪大了眼睛，他不明白曾经爱他爱得那么深的人为什么会对他怒目而视？这岂不是背叛？他怒瞪着我们交握的手，大步上前想要掰开，可是保安来了，把他往外拉。他对着我又哭又骂：“顾怀川，你不是最爱我的吗？你怎么骗人？你这个大骗子！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眼了，会跟你在一起。假的，原来都是假的。”直到声音消失不见，我沉默着牵着宋画回到家，他也一言不发，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像在确认什么。秋气渐深，宋画的病更不好了，家里的人不允许他画画，画画需要找合适的地方，但是他几乎不能从楼上走到花园的海棠树下，于是他只能在静谧的夜晚弹钢琴。我就是他唯一的听众。屋内的暖气很足，
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坐在钢琴前，长发温顺地披在肩上，手指随着音符灵动地跳动，灯光混着月光洒入，她像一个天使。我生怕她会消失。忽然琴声停滞，显然是有些累了。谢谢吧，一会儿再弹。是我弹得不好听吗？她突然转身，水润的眸子倔强地望着我。除了弹琴、画画，我没有别的用了。你是因为这个才不要我的是吗？现在画画也不能画了，琴你也不要听，是不是我死了，你就好去找他了？我的心脏猛地一跳。你说什么呢？原来他一直在想这些。我们都知道他的病情，却从来不告诉他。但是他那样灵巧的一个人，怎么会感觉不到呢？原来一直憋在心里，独自一人消化。看着他湿润的眼角，我有些乱，有些烦。我不知道自己对他是什么感情，我只知道我想保护他，给他我所拥有的一切。没有不要你，怎么会不要你呢？你那么可爱，那么乖，怎么会不要你？他笑了。谁说的？我刚才还对你发脾气了。我牵起他的手，陪他走出琴房。他体弱，每晚必须早点吃药睡觉。最近一直都是我在监督的。今天不要吃药，也不要睡觉。那你要干嘛？我把他的头发弄乱，又耐心地梳理整齐。我要和哥哥结婚。刹那间，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呼吸重重地砸在静谧的夜晚。他坚定地拉着我往花园里走，每走2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。我竟不忍心阻止。他揪起一根小草，2、3下就变成了一对戒指，在海棠花下。他欢快地说：“现在请新郎新娘入场。”然后跑来挽住我的手臂，笑得那样幸福。我似乎也跟着他一起步入了婚礼现场。那是和沈竹心结婚时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奇妙的热流充盈全身，脚步轻快又有力。他自己当起司仪，请问新娘，无论生老病死，富贵还是贫穷，你都愿意和顾怀川永远在一起吗？又自问自答，我愿意。好了，现在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他拉过我的手，把草戒戴上，又将另一枚放在我手里，理所当然地对我伸出手。是了，现在该给新娘戴上戒指了。我单膝跪地，把手中的戒指为她戴上，坚定又认真的。忽然间，有水珠砸在我的手背上，是她的眼泪。她又笑又哭，又开始急促的喘息。我连忙把她背到屋里，放在床上，又将被子严严实实地盖好。可她还是呼吸不上来，她说不了话，只是用眼神阻止我的动作。可我心中乱得根本无暇思考，找药、打急救电话、叫上爸妈，一气呵成。宋画永远地离开我了。原来人死之后真的什么都没有，唯一留下的就是一捧轻盈的骨灰。为什么盛装骨灰的盒子那么重呢？我想是死亡太轻了，于是找一个重重的盒子把它压住，好像心底永远沉甸甸的思念。后来又过了1年，我还是没能从宋画的死中脱身。我想自己和他相聚的日子实在太短，短到根本来不及反应与思考。幼时我们是亲密的玩伴，3年的时光几乎眨眼间就过完了。只有离别时他撕心裂肺的哭喊还残留在耳畔。长大后，我和沈竹心在一起，原本应该深沉回忆的5年，在死亡面前竟也渺小了。我对沈竹心有爱吗？答案无疑是肯定的。如果不爱他，我怎么会在这5年间为他放弃所有的尊严？那段时间，我活得就像一个沈竹心的附属品，他就是我的全世界。可是他的世界中却没有我。后来宋画来了，他短暂地陪伴我半年，而这半年却是他轻盈又沉重的一生。对于他来说，我就是他的全世界吧。
一个人怎么能够这样记挂另一个人？是因为曾经失去，所以才懂得珍惜。宋画的周年纪念日的时候，我又遇见的沈竹心，他一身孤单地站在不远处，在我经过时又默默无言。我忍不住说：“放过自己，别再跟着我了。你有自己的人生，你不是也一样吗？你又在思念谁？”他看向宋画长眠的地方，又是愤恨，又是怜惜。我愣住。是啊，思念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爱也是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